眼前的男人正用一把猎刀朝树上用力挥砍，树上不断掉落许多白色晶体。男人正在收集的白色晶体是一种树枝，这是他养活一家8口的唯一收入来源。为了寻找到足够多的树枝，他需要在原始丛林里待上许多天。渴了就用竹管喝地上的泉水，饿了就削一颗树心来吃。晚上升起篝火，在庇护所露营。这里是位于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。巴塔克人世代居住在岛上森林深处，过着刀耕火种、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。部落人口如今仅剩500人不到。45岁的温塞拉正赶在雨季前建造新房子。巴塔克人的房屋用竹子做地基，木头当主体，屋顶用香兰叶覆盖。一家8口就居住在这木屋中。14岁的2女儿负责准备全家人的晚饭，大米是他们的主食，但因为没有打米机，孩子们每顿饭都需要手动冲米。2个女儿冲起米来已经非常娴熟。10岁的丹尼斯是家里唯一一个儿子，父亲大多数生存技能都要传授给他。妻子玛丽16岁时认识并嫁给了温塞拉。7岁的4女儿因出生缺氧导致脑瘫，生活至今还不能自理。虽然日子过得清贫，但父亲温塞拉却仍对生活充满了干劲。让他最自豪的是在镇上读高中的大女儿。父亲拿着女儿的照片，眉飞色舞介绍着她在学校的表现。温塞拉是部落里唯一一个供孩子读高中的人，所以部落里又将他称为丹波特，寓意为最有眼见的人。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读上书，他拼命工作。其他村民在天气炎热时都躺平休息，他却一刻也闲不下来，摘椰子、捕鱼、造房子，努力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条件。村里还没通电，每到夜晚，一家人就着微弱的灯光一起吃晚饭，大米饭加一些盐巴，既是主食又是菜品。2年前，村里建了学校，孩子们得以有读书的机会。村里合伙为学校提供食物，许多孩子们都是冲着一顿像样的食物而来上学。孩子们上学期间，温塞拉的午餐更加简单，后山上拔一些名为卡萨巴植物的根茎，这种植物富含淀粉，可以很好补充能量。村里同龄6岁的孩子都已经上学读书，但玛丽却需要整天照顾4女儿。3岁的小女儿都已经能自己吃饭，但7岁的4女儿却还不会。在部落内，带着残疾出生的孩子往往会被遗弃，但夫妻俩从未放弃过，每天教她走路，教她说话。他们的心愿就是在世的时候可以好好照顾她，等到他们不在了，女儿可以生活自理。温塞拉将河里抓来的鱼进行晾晒，这是妻儿们许多天的食物。接下来他将要前往丛林几天，寻找一种稀有的树枝来卖钱。10岁的丹尼斯也想跟着父亲去学点本领。丛林里的男孩子必须掌握基础的生存本领。父亲在前面开路，丹尼斯就跟在身后。山上水库引流到村庄的管道，是他们取水的秘密基地。午餐就吃些菠萝蜜，吃完后父亲还不忘将种子埋在土壤里，几年后便又能长成果树，结出果实。丛林中穿越数小时后，他们抵达一棵大树前。这种树在当地被称为阿尔玛西，割开树皮后会分泌出一种白色液体，这种树枝是制作染料的上佳材料，1公斤可以卖到15比索。父亲抓住儿子双手，教他如何取这种树枝，然后又将地上的树枝全部捡到袋子里。一般一棵树一次能采集到10公斤树枝，但是他们不会将其采完，会留下一部分给后来者采集。父亲教育儿子，如果以后不想像他一样采树枝，那就要好好读书。接下来，他们要赶往下一处采集点。原始丛林中不缺乏食物，父亲砍倒了一棵阿尼蓬，剥开树皮，里面的树心可以用来食用。接着，父亲又开始采集树枝，树枝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变得异常坚硬，采集起来极为不易。这棵树采集到了大约5公斤。离开前，他再次切割掉一部分树皮，树枝便又会继续分泌。再过2个月，又可以再次采集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他们在一处空地生火露营。丹尼斯帮助父亲打水煮饭，父亲又在附近找了一些野菜，加上白天没吃完的树心当做晚上的配菜。虽然并不丰盛，但这顿和父亲在丛林里的特殊晚餐让丹尼斯觉得异常美味。吃过晚饭，父子俩就着丛林里的夜色睡了过去。第2天，他们要离开扎营点，这处庇护所可以供后来的采集者休息。自从狩猎被禁止后，巴塔克人只能通过收集树枝的方式来获取现金。除了换取食物，温塞拉将所有钱存下来，打算供孩子们读书。3天后，温塞拉回到了村子，丹尼斯第一时间又回到了学校。学校对他来说更加舒适。短暂休整后，温塞拉又朝山下出发了。他要将树枝拿到村里的事务中心换现金。出村的路没有交通工具，只能背着50公斤的树枝徒步。2个小时后，他来到了事务中心。这些树枝一共卖了800比索，折合人民币100元。带着钱，温塞拉心情舒畅地进城了。他可以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，盐、糖、咖啡等。随即，他被一家服装店吸引了注意力。
他想买一些衣服给孩子们，但昂贵的价格让他止住了念头。回去的路上，他看上了一个女士双肩包，他想送给在读高中的女儿。双肩包花费320比索，折合人民币40块，是这个月收入的1/3还多。温塞拉来到了女儿读书的学校，女儿高兴地出来迎接。大女儿平时住在学校宿舍，2周才回家一次。拿到父亲送的背包，女儿很高兴，她以后想当一名老师，不过她并不想去城里，她想帮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教育。父亲为女儿感到非常的自豪，因为父亲的到来，女儿可以早些回家。大女儿的回来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刻，家里的伙食也是最豪华的一顿，平时餐桌上看不见的食物都摆了出来，这都是父亲通过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。他们相信，只要通过一家人勤劳的双手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在这简陋而又温馨的小屋内，一家人相拥入眠。才过了一个晚上，大女儿又要去上学了。父亲温塞拉也难得放下手中的活送女儿上学。虽然背包很轻，但父亲也想帮女儿分担一些。在深水路段，父亲用自己宽阔的后背背起女儿，上岸后又往女儿背包里塞了一些零花钱。在18岁女儿身上看不到一丝同龄人身上叛逆的身影，有的只是懂事和对父亲的心疼。没走几步，还要回头看看父亲，一边挥手让他早点回去。